每天在你腿上打呼噜、求摸摸的毛茸茸小可爱，可能是个行走的微型温室气体制造机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聊点有味道的科学。你家宠物放的屁对全球变暖到底有多大影响？别笑，这事儿真有人研究。我们都知道牛打嗝放屁产生的甲烷 CH4 是温室效应的一大推手，但家里的喵星人和汪星人呢？它们虽然体型小，但数量庞大。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内森市、格里菲斯大学内森校区环境与科学学院、英国温彻斯特市温彻斯特大学健康与福祉学院的研究文章《纯素饮食对狗、猫和人类环境可持续性的相对益处》一文中，截至2018年，美国家养8630万只狗和6110万只猫。全球数亿只宠物，日积月累的小噗噗，加起来会不会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？科学家们还真没放过这个有味道的课题。2017年发表在学术期刊 PLOS ONE 上的一项研究，标题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od Consumption by Dogs and Cats 就系统测量了包括猫狗在内的多种动物的间接甲烷排放量。它们产生的粪便量约为美国人的一半，质量上为30%，加减13%， 5.1正负 TG-year 1对17.2 TG-year 1，通过饮食占动物生产环境影响的25%至30%，涉及土地、水、化石燃料、磷酸盐和杀菌剂的使用。狗和猫的动物产品消费导致了高达64加减16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，这两种强大的温室气体。很多人以为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，但其实甲烷的加热效应是二氧化碳的几十倍，尤其是在排放后的前20年，它的升温能力最为猛烈。在这份文件 TM5 A Global Atmospheric Source Receptor Model for Rapid Impact Analysis of Emission Changes on Air Quality and Short-Lived Climate Pollutants 中提供甲烷短期效应显著 GWP20 的数值远高于 GWP100，表明甲烷在20年内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70至98倍，而100年后降至24至33倍。这些气体改变的不只是气温，还会扰乱全球水循环、极端天气频率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猫狗身上，它们只是在吃饭、拉屎、打个嗝。真正该被讨论的是背后这套庞大的动物性食品供应链。就像隐形的气味，它们身后的屁不会让你捂鼻子，却可能让地球发烧。在爱宠的同时，也许我们更该思考，人类文明中最温柔的陪伴者，也参与着这个时代最沉默的气候叙事。